最近我闲着没事想找女儿一起玩吃鸡，结果她说玩过了，巨无聊，垃圾游戏还不能联机。前面说对了，但也不至于不能联机，是不是下错了？我就好奇的问她下的是哪款游戏，然后这期视频就出来了：跳伞刺激吃鸡之枪战刺激战地模拟器。听这个名字我就已经开始觉得非常刺激了。2.1分有363万次安装，真实还原战场上的枪林弹雨，我去，太刺激了！应用的简介写着。这游戏玩法简单刺激，跟战地一样，通过占领据点击败对手获得胜利。玩家还可以选择剧情参与，不知道什么鬼意思，可能是剧情模式的意思吧。还有多种不同角色，包括突击、狙击、防御等等。我去，这个简介段让我感觉到了热血沸腾、非常刺激的感觉。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下载开玩！哇哦，这比我想象中的稍微有点没那么刺激吧？不知道的人以为这就是一张模糊的网图这样。但是的，这就是游戏的主菜单了，没有什么新手教程这种奢侈的东西，也没有提示这种高级选项，这就是主菜单了。左上角第一个按钮是退出游戏，真是非常周到的放在了第一个，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让你滚了。第二个按钮是签到，第三个按钮是幸运转盘，当然也附上了经典的看视频给你多转2下，还有不知道为什么存在的倒计时。哦，我抽到了10个雷，估计是在说自己的游戏够雷人吧。第4个就是查战绩了，也没什么鸟用。算了，咱们还是先开一把游戏看看吧。是骡子是马，还得拿出来溜溜才知道。还有模式选择啊！不过我现在只能选一个模式玩了。哎，什么叫士兵？你的训练已经结束，现在该行动了。什么训练？刚刚那个主菜单就是训练了吗？训练我坚持没有退出游戏的意志力吗？哇！进游戏之前还有这么多枪可以买啊！先买一把 F4吧 ，MP5 也买了，还有这个什么 MK16也买了。哦，没钱了，没钱就马上跳转到3页页面，叫你充钱疯狂弹广告了。OK， 这枪我也不升级了，直接开始游戏吧。我操！我是有想到游戏画面会很简陋，但是属实是没有想到这么简陋啊！游戏崩溃了。也该崩溃了，我电脑可能从来没有运行过这么简陋的游戏，以至于电脑都吓傻了。说好的跳伞刺激吃鸡呢？跳伞部分呢？还有多名不同角色呢？你说的不同角色不会就是不同颜色的塑料人吧？游戏名字、简介和内容完全不搭啊，图片也差太多了吧？把人打完了，你也不意思意思弹个啥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你他妈的给我弹广告，要不要这么直接？随后我就在想。既然这游戏有363万次安装，会不会的确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比如说，这游戏的敌人实际上非常强，是个硬核游戏，或者这游戏的枪非常反真，是一些什么职业选手专门秘密猎枪的游戏。所以我就想到，要不看我广告拿点游戏币，把枪都买了，都升级一下。这时我才发现，你去商城买里面的游戏币，或者这个宝石、这个雷什么的，根本不需要看广告，也不需要充钱，你只需要点击购买按钮。你就可以拿到了，也就是说，这游戏甚至连充钱的地方都没有，是真正的零氪免费良心游戏。那我就在商城疯狂的点，把所有的枪都买了，一个个试。先试试手枪，我去，近距离一看，这敌人甚至都不能用粗糙来形容，而且他们的子弹是橡胶弹，打你根本不扣多少血。唯一难受的点就是屏幕会闪绿色的血，你骂我是好客是吧？哦，当我没说，大伙都是好客，都标绿血。而且我发现打他们爆头居然还有慢动作子弹时间，属实是用心了。哦，我游戏又崩溃了。哎，让我试试看狙击枪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可以找到个点疯狂狙击这些塑料5颜6色好客人？然而我是错的，这个狙击枪也太拉了，一个弹夹只有1发子弹，而且需要2、3发才能打死一个塑料人。最主要的是这游戏稀烂的操作系统。如果你想用狙击枪打中人，那么你必须先按住开镜按钮，然后再把准心拖到敌人身上，再点击射击按钮。做这一系列操作的途中，你是不可以松开开镜按钮的，不然你的枪就会跟得了多动症一样疯狂的开镜关镜，还不如直接走到人脸上打，太慢了，太憨憨了。这关一共就14个敌人，我居然还打不过了，是不是啊？哎，我还真打不过了，赶紧找个掩体。死啊你怎么还不死啊？我去，又刷出了一个人，这小巷子是他们的重组是吧？一刻不停的在出兵，我去，血不够了，赶紧使用必杀技，看广告先拿个防弹衣。OK， 看完了。哎，这个防弹衣怎么一点用都没有？我的血还是蹭蹭的在往下掉，不行了，我要加血，看广告加血。广告加载失败。哎，你这个广告唯一能派上用处的地方，你给我加载失败了是什么情况？
别打了，别打了！哎呦，我直接给人家围死啊！任务失败，去升级你的武器来完成关卡。真是简单明了，就在跟我说你用的是什么垃圾枪也配来通关，赶紧滚去升级行不行？玩到后面我发现，实际上这游戏居然有2个地图，虽然长得都差不多，但的确是有2个地图。然后每关都是在上一关的基础上加3个敌人，实际上你可以在一个地方等着敌人排队进来送。我现在唯一好奇的是，这个主菜单不是有这个什么机枪吗？什么不同展景、不同敌人吗？看起来也不像是哪里抠的图，就像是这款游戏里的截图。我怎么没看到类似的场景呢？会不会把这10关都通了，就能解锁下一个场景、下一个模式呢？当然可能了，的确是解锁了下一个模式，只是这个模式和我之前玩的模式一样罢了，里面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只是敌人又从3个开始打了，后面再加3这样。我在想什么呢？我为什么还会对一款叫做他喵的跳伞刺激吃鸡之枪战刺激战地模拟器抱有期待呢？这就好像有一部漫画，名字叫做《无脑龙傲天装逼爽文》，然后我还对它的剧情抱有期待，是我的问题了，是我要求太多了。再见了，这个世界，拜拜。哎，我女儿给我发消息了，哦，终于下载到了真正的吃鸡了吗？发截图过来看看。Oh no， 吃鸡！我的天哪！那如果大家想看我吐槽这款吃鸡，可以给个3连加关注。我是明虎，我们下期再见。突破20元，这是我女儿最近在玩的一款究极盗版手游。你们还记得上次吐槽海贼王盗版手游的视频里，我惊叹市场上居然有这么嚣张的盗版游戏？在这款游戏面前，那个海贼王盗版手游简直就是地中之地。光是看这个图标就知道这个游戏有多逆天了。贝吉塔、路飞、鸣人的3人同框，仿佛是在对标任天堂的全明星大乱斗。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跳进去看一下这游戏是个什么尿性吧！进入游戏，非常经典的问我要设备的权限，先拒绝了吧，应该没问题。我操，这么嚣张的吗？路飞、鸣人、孙悟空，甚至他们的小智都在啊！这个加载页面估摸着是游戏作者百度找的图，然后一个个抠下来贴上去的。话说自来也还有路飞是没有高清图是吗？怎么像素这么低呀？看到这个加载页面，我真的想做成梗图，下面加一个你醒了，这里是2次元。OK， 终于加载完了。公告我以为是卡了，等会儿会弹个什么充值按钮啥的，结果不是，只是单纯没公告而已。这还每个区都爆火呢，我是不是还要排队呀？哎，我为什么登不上去啊？捣鼓了一会儿，我发现你进游戏之前必须同意这游戏访问你的设备权限，不然不能玩。那行吧，给你访问吧。我操，这次进游戏有公告了，果然是叫你充钱啊！我去，这多少个零我也懒得数了，充值力度还是一如既往的高，而且估摸着也是有人充这个钱。哦，这里也有充值1万以上的你改服务器名字啊？不过我刚看服务器列表，好像没有人改过服务器名字，这游戏怎么没人充1万以上啊？真拉！创建角色，选择一位角色，开启您的冒险之旅。我操，火一部何德何能，居然能和这3位站在一个水平上啊！还有悟空，你怎么了？为什么你跟火一部一样矮啊？制作组是没有找到悟空小时候的模型，所以直接把大人把悟空的模型腿和腰打断了吗？那反正直接选悟空吧。哇，这悟空为什么是用的美国版的语音啊？卡梅哈梅。还有悟空居然是辅助型，辅助谁？比鲁斯吗 ？OK， 我取个名，咱们就进游戏了。我操，这游戏还有剧情啊！头好疼，这是哪？我竟然看见了！妈耶，我肯定是在做梦。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做梦，但我知道能打出这样的标点符号，作者以前语文老师肯定没少抽他。哦，这个剧情是讲我们做梦嘛，我们要打败梦魇，这就是主线剧情了。那支线剧情想必就是怎么充钱打败梦魇，快让我看一下这样的画面吧。OK， 我们到红莲寺打梦魇了，这个画面属实是有点缝了。先不管了，先让我看看这样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哟吼！居然不是你打一下我打一下的喝茶游戏，居然是拥有高贵的3D 建模和高贵的点地板走路的游戏。当然，如果没有这土到掉渣的台词就更好了。这几个台词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如果能讲出这种台词，你也会讲出，哎，你也在网上冲浪啊？我去你的 QQ 空间里面点了个彩，你也来我的 QQ 空间里面点个彩吧。那反正安妮路就加入到了我的队列中，然后我们就在一个非常完美的游戏系统下面拳打脚踢了一下，就遇到了第1关的 BOSS。这个很会用 T， 但是没事就想用铁块挡一下招的人，杀了我那么多手下，你还敢出现吗？神艾尼路！我操！我做梦都不敢梦到这个连8级都不会用的人敢跟艾尼路这样讲话。不过他也挺强的，能摁接龟派气功波和这个雷电，想必制作组是很喜欢铁块这招吧，给他加强了。
打完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路飞在旁边要跑过来揍我，那反正这游戏也是有经典抽卡的，教程让我免费抽了一下，我就抽到了这个鹦鹉猫头鹰。这悟空还能说有了伙伴就踏实了，属实是太看得起鹦鹉猫头鹰了。终于在打了好几关之后，这新手教程结束了，赶紧让我抽个卡试试看能出个啥。我去，稀有阿斯玛，这不是传说中的那位如果你不说他的名字我根本就记不起来火影有他那个角色吗？我操，这也太幸运了吧！再来10连抽，我去，稀有丁次，还有一大堆火影的暗部炮灰角色，这游戏真的太良心了。他喵的10连抽出一个角色，其他全是经验包，怪不得你这游戏没人充钱。隔壁盗版游戏怎么说10连抽也能出个5、6个角色，其中1、2个是有的，你能就出一个，而且这卡池里面就没有高级角色，高级角色必须抽高级卡池，而且抽一个不是一整个角色，而是有概率出1、2个碎片，差不多80多个碎片能合成出一个角色。而且我不知道制作组是很讨厌龙珠还是怎么说，龙珠里的角色基本都是矮人，就用的是大人的模型，但是会把腰和手还有脚都砍一半，看起来就像是有什么先天性缺陷一样。OK， 我把我的钻石抽空了，就抽到了天津棒和麦特凯。先把阵容排一下，看看悟空、天津棒、麦特凯在一起打怪什么样的。好吧，其实也就那样嘛，就是你一拳我一脚，能量够了就放个大招，完事了就拼谁的数据更高。你还能要求更多吗？哦，这是什么？首领来袭，打赢之后有几率会获得传说中的神器。哦，打鹰眼啊！话说鹰眼在海贼王里面也没展露出多少实力，在这游戏里面是怎么攻击的？我去，堂堂世界第1剑豪就是拿剑轮着打。还有这个语音是哪里抠的？我从来没有听过鹰眼讲这句话。OK， 打死之后奖励就是经典蚊子腿。这首领来袭还有弗利萨可以打，上来就是最终形态，这么牛打得过吗？哎呦，有机会哦！等一下，这弗利萨怎么还会放火药桶啊？你是什么普朗克是吧？哎，不行，这里我要操作一下，控制他们3个后退。哎，来不及了，悟空给炸没血了。哎，你的龟派气功我怎么放反了？我去，悟空倒了。OK， 天津饭在死前发了最后一个波，把弗利萨给轰死了。接着玩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游戏是真的没有人玩。就我这刚刚开始玩的，我是全服前9名，前面的人我感觉有5个是官方高级号，后面我又打了好几关，都是没什么难度就直接过了。我估计打一段时间就会卡在一关要充钱才能过吧，我就懒得打到后面了，还突破2次元呢。啥时候律师函寄到家里，就是真的突破2次元了。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3连关注，我还持续更新更多搞笑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林虎，我们下期见。角色是水母的我依然超神。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漫画仅仅一个照面就能让我这么窝火。就我最近在追各种重生、龙傲天系统穿越漫画还有小说，无意间找到了这本新作，我实在是被这漫画的猪逼操作给气笑了。那我也不跟你们废话，我直接讲剧情。那首先呢，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龙傲天漫，世界观就是跟刀剑差不多。在未来有公司开发了这个头盔，你一戴就能进到虚拟的世界打怪升级，然后里面的货币可以换算成真钱，所以基本全世界都要玩，竞争很大。那故事一开头就是讲一个男人名字叫七星，然后他特别牛，在游戏世界里面风生水起，超级无敌厉害，拥有无数传奇，甚至还有一人单杀108人的战绩。然后这就是我们的男主了，他的名字叫齐星，是一个黄牛。他买了6台这个新的虚拟游戏头盔，然后1台转手就可以净赚1000，可以给自己交学费。不过他还是担心他妹妹，想先给妹妹付住院费。然后这是他妹妹，经典植物人。回忆结束，男主就遇到了自己的买家，结果买家恶心人，明明说要买6台，结果只转了4台的钱，而且没给多带1000的额外费用。正当男主想找他评个理的时候，那男的直接大喊一声：“这里有个黄牛要坑我的钱！”然后大伙就队也不排了，人人都是正义的使者围了上来。情急之下，男主赶紧把头盔一戴，说是买给自己的，不是黄牛，这才免于顿打。这途中坑男主的那个人早就跑走了，男主只能灰溜溜跑回家。而这个游戏头盔如果过了今晚附带的奖励就失效了，明天发售的正式版每个只要5000块钱了，这头盔原价是1万。也就是说，如果没卖掉这2个头盔，男主要平白无故的亏1万块钱。男主越讲越气，所以他下定决心要在游戏中赚大钱，教别人做人。没有了，男主越讲越气，所以盖了自己1巴掌，说自己是傻叉。能不是吗？你自己都知道过了今晚就亏了，那为什么不赶紧跑去下一家倒卖呢？再不然赶紧去网上卖啊！你是什么良心黄牛啊？隔壁黄牛可以把什么1张演唱会的票炒到好几倍，你可以把一个全球人都想玩都在抢的游戏头盔烂在自己手里。那这个时候呢，男主打电话给好基友说自己被坑了，好基友跟他幸灾乐祸，他就问好基友需不需要1台这样的游戏头盔嘞？但是人家不需要，人家是超级有钱人，背后是大院子和豪车。不过在言语间，好基友也透露了男主的真实身份，他就是七星大神，那个游戏界的传说人物。真的假
假的，游戏界的传说人物是没有那种什么开黑群嘛，去里面问问有人要这个头盔吗？看在你七星大神的面子上，我感觉应该会有很多人加钱要的吧。但实际上呢，男主好像非常讨厌自己的游戏身份，因为他整天就知道打游戏，这导致妹妹在做饭的时候磕到了头。等等，好像其实和你打游戏没什么关系吧？虽然我知道你妹妹是替你爸妈来管你，所以去做的饭。但如果你做正经工作，你妹妹不也是会去做这个饭的吗？那男主可不管那么多，反正错在自己。但他又想了想，如果这游戏能赚钱，能赚很多钱，是不是可以把妹妹给治好了呢？所以他戴上了头盔，重新进入了游戏的世界里。进去之前还下定决心说，这次玩游戏是为了自己的妹妹，而不是自己。进入游戏之后，一个非常不平衡不公平的创建角色步骤出现了。扔骰子创建角色，数字0是没有奖励，每多10点奖励就丰厚1倍，数字为99为单独特殊奖励，全服限定10份。但男主说自己运气很差，就觉得估计是个0吧，结果我操，居然是传说的99给的福利有多夸张，你们知道吗？首先，男主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属引导，那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过审啊？反正我打个码了。其次，还有9个关球，9个奖励，包括额外2个主职业位和3个副职业位，每升1级获得额外5个属性点，额外3个宠物，1个半身宠物烈血黑龙，成长性专属神器刀，专属技能武器大师，专属职业卷轴，游戏主线任务成神之路，特殊种族剑幕守护者。男主马上惊叹道：“这也太牛了吧！”那新手引导就叫男主选种族，推荐是刚刚奖励的种族，是个半神，初始有42个属性点，其他种族根本没得比。但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你如果开小号的话，那个号就不能开人类或者高于人类以上的种族。当然了，男主有这个号就不需要小号了。OK， 接下来你是不是以为男主就要开始新手村接任务升级，然后各种第一个打通副本记录？没有，这样就太俗套了，所以作者就安排外面门铃响了，男主以为自己妈妈下班了就去开门，但是男主还没有完成登录教程，所以没有进行账户绑定呢。如果现在退出的话，这个角色还不是男主的。但如果男主能多花1秒的时间点一下进新手村，这个神级角色就是男主的了。但是不好意思，可能男主的妈妈得了2人门铃，如果男主没有立刻开门，他就会当场暴毙的病。所以男主是一点都不想等了，赶紧关掉游戏去开门。知道男主有多急吗？他甚至都没有透过猫眼看看外面的人是谁。结果不好意思，不是他妈，是一个特别喜欢霸凌男主的人。有多夸张呢？他上来就是我睡过头了，不过我知道你有多余的游戏机，所以你最好卖给我，不然我就揍扁你。然后男主还在地上坐着的时候，这个人走到男主房间，拿到了这个有神级角色并且没有绑到男主身上的头盔。镜头一切，男主就在那个有钱的基友家里洗澡。为什么洗澡呢？因为他被打了一顿。这霸凌男一上来，二话不说就要拿走这个头盔，男主一下就急了，就在旁边大吼大叫，把人冷毛了，就给打了一顿。完事，你看看这个逼镜头，我操！你确定你只是被打了一顿吗？你确定他没有做其他事情吗？那反正人家就直接把男主暴揍，再抢走了游戏头盔。那男主这人脑子就缺根筋，他居然不报警抓人！告诉我，凭什么不报警抓人，把游戏头盔给拿回来？再说了，你小区没有保安是吗？你赶紧出去跟保安说这人入室抢劫，人家会不管吗？我很好奇。结果男主干了什么？他跑到这个有钱人家里说，你想怎么办？你还能找道上的人去找铲子不成？不是，你旁边这个人怎么看都比那个逼有钱有势多了，还不能找铲子是吧？那男主还要给自己的身世再填上一个黑暗的元素，就是自己的妈妈银行卡也没钱了，可能还欠钱吧。结果呢，这个霸凌人之所以知道男主有多余的游戏头盔，原来就是你这个逼告诉那个霸凌人的。然后男主还要再给自己的身世再填上一个黑暗的元素，那就是买游戏头盔的钱。原来是他娘的自己妈妈给妹妹的住院费。我操，太窝火，太憋屈了，太弱智了！这个剧情看得比盾勇还乌龟，就告诉我为什么不报警？既然是救命钱，你为什么不报警抓人？你妹不重要是吧？也别住院了是吧？那他的好基友明明那么有钱，看起来关系也那么好，但实际上我感觉就是塑料兄弟情。就男主都已经讲到这个份上了，你就出2个头盔的钱，这人是你叫过去的，你不应该帮忙找人，赶紧把神级账户抢回来吗？我寻思，既然人家可以在男主注册个角色的时间冲到男主家，那人家是不是就住在男主的小区或者小区隔壁呀？那为什么不抢回来呢？既然是男主买的头盔，那肯定是有购买的发票证明啊，还有预约的证明啊。你看第一话商家叫男主名字的场景，那就代表男主是肯定有自己的名字预约过的。有证据为什么不报警？有证据为什么不拿回来？为什么一定要吃瘪？然后这个基友想赔男主2个头盔的钱，但是男主说自己也有一半责任，你付1个就行了。怎么，人家抢劫的没有责任，什么都不用付，就可以拥有一个神级角色了是吗？这什么究极霸道的受害者有罪论？
那反正男主好像并不是很在乎吧，虽然那个神奇账户就算不玩，我感觉拿去卖，肯定也有人疯抢，至于能卖多少钱，看这个世界观的话，我感觉几百万也不是没可能。但是男主还是毅然决然的拿起了另一个头盔，因为他不是有2个头盔没卖出去嘛，所以用了新头盔。结果用这个头盔的时候，引导还是跟着男主，因为是已经被男主领取过的奖励，但用了其他的登录端口，所以失去了变身能力。但在这个情况下，男主没办法使用之前的账号了，因为账号和头盔是绑定的，所以男主只好问开小号能开哪个种族。筛选了一番之后，理所应当的水母。没错，虽然很强行，但是水母是唯一一个拥有技能的观赏性种族。然后男主就变成了水母。进去之前还在那说什么前期玩家都会在陆地升级，而且他可以先去攻略海洋，没有人和他抢资源会崛起更快。结果进去之后他就被吊在半空中要死了。另一边，霸凌男开始到处刷怪，舒服的很，爆各种装备，泡各种的妞。男主就在这里被蚂蚁追。那我很好奇一件事，这游戏是先创角色再登号的，对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定啊。那男主的神奇角色是被绑定在这个霸凌男的账户下的，对吧？既然这样，男主自己本身的账号不应该是个空的号吗？就是没有任何角色，也没有动过的号，再加上账号和头盔是绑定的，男主之前的头盔已经被霸凌男绑定了，所以按理来说，男主现在用的这个新头盔应该是可以再摇一次骰子的，对吧？因为今天还没有过去啊，奖励不应该还在吗？但是为什么不行呢？这逻辑设定就不通啊！既然神级角色已经绑定到了别人的账号上，那就代表男主不持有神级角色，应该可以正常游戏才对啊！为什么设定会前后矛盾呢？不过后面的剧情就没那么奇葩了，还算可以吧。除了男主这个替身技能过于 bug， 可以直接侵占别的玩家头脑，就人家还在玩呢，你可以直接控制住他们的身体，还能无限控制以外，就是正常打怪升级，触发各种隐藏任务，解锁各种技能啥的，就是一个打怪升级最后装逼打脸的龙傲天漫画。只不过在前面我看的太窝火太憋屈了，我必须要做个视频好好说好找你们评评理，你懂我什么意思吧？这种事情必须截图发 QQ 群和大伙抱团取暖一下，看的实在是比盾勇憋屈多了。就这男主能做到发誓要赚钱救自己的妹妹，然后转手把自己的妹妹救命钱拿去买游戏头盔当黄牛，玩4人1毛钱没赚到，还有2台烂在自己手上，回到家自己玩游戏开出神奇账户，差1秒可以绑定不绑定，非要先开个门儿，完事儿了游戏头盔给人家看见还给人家抢了，不知道报警也不知道喊小区保安，就知道去你基友家先洗洗澡唠唠嗑，知道是你基友家那个霸凌你的人来你家，你不知道叫他负起责任把头盔抢回来，这让我觉得你的觉悟就是个笑话，给人一种你其实并没有很在乎你的妹妹，只是装模作样找个借口玩游戏而已。如果这还有人跳出来洗，说什么这很正常什么的，你最好别让我知道你家在哪，不然我会冲到你家把你胖揍一顿，然后再抢走你的电视机还有微波炉，你是不能报警的哦，因为很正常，正常人怎么会报警呢？就应该忍气吞声，就应该当缩头乌龟，对不对？那行，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可以给3点关注，我还持续更新更多搞笑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李虎，我们下期见。